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是药三分毒。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，长期吃可能都会因为副作用给身体带来影响。尤其是中药，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掉它的副作用。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哪种中药不能够长期吃。第一个，何首乌。对于有脱发问题的人来说，都会用何首乌来进行调理，但大家要注意，长期服用何首乌会使体内的大黄酚成分增加，从而给肝脏造成伤害。第二个是番泻叶，因为番泻叶有润肠通便，所以有便秘的人呢都会经常拿它泡水喝。但番泻叶呢也是不能够长期服用的，不然对于消化体系也会造成伤害，甚至会影响到肝脏。第三个是草乌，它呢是用来改善风湿病的一种中药。如果长期服用的话，不仅会影响到肝脏，还会损伤到肾功能。所以这三种中药呢，大家一定要谨慎服用。反倒是像枸杞、黄芪、阿胶这类中药能够长期服用，而且呢对身体也非常的有益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说到这儿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肺部不好的人，立秋后做好3件事，强健肺脏，养肺护肺。方法1：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两腿微微弯曲，呈下蹲的姿势，双手放在胸前，弯曲手肘，然后站起时做扩胸动作，同时配合着腹部呼吸，这样反复练习3到5分钟，可帮助扩大肺活量，强健肺脏，对养肺有很好的效果。方法2：多吃养肺食物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见的养肺食物有莲子、百合、雪梨等等，这些食物立秋后吃，对肺部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。方法3：每天进行有氧运动。大家都知道，运动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立秋后，大家可以早晚出去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每天坚持，对肺部健康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。那立秋后天气呢比较干燥，所以很多人心肺功能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妨试试上面这3个小方法，坚持下去，肺部可能会越来越好哦。肺部不好的人，手指会有2种表现，每天敲打5分钟，养肺护肺。表现1：出现杵状指。杵状指一般出现在长期吸烟的人身上，如果发现自己的手指指尖变粗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肺部出现了问题，最好检查一下。表现2：拇指肚干瘪。大家可以试验一下，用力的按压一下大拇指指肚，如果出现干瘪的情况，而且一段时间不能够恢复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可能是肺部出现了问题。如果你手指出现上面这2个异常，就要抓紧养肺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有很好的养护肺部的作用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敲打手臂处的肺经，从肩胛骨凹陷处沿着手臂内侧一直到拇指内侧端。敲打肺经的时候，手握成空拳，从肩膀开始，从上往下的敲打到手腕，手腕到拇指内侧这段可以用手指按压，每天这样敲打3到5分钟，每天坚持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养肺效果。3脂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脂类物质，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很可能会使血管堵塞，导致多种心血管疾病。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注意，平时记住多做2件事。第一，多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如果每天坚持运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力，对甘油三酯的排出有很大帮助，而且还能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。第二，多喝水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多喝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，经常喝水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。所以甘油三酯偏高的人养成多喝水的习惯，这样可以让血管更干净健康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除了多做上面这2件事外，还要少吃一种食物，高糖食物。高糖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糖分，而糖分会在肝脏中转化为甘油三酯，容易导致甘油三酯升高。比如我们平时吃的饼干、蛋糕、各种饮料等，都属于高糖食物，所以应该少吃这类食物。
甘油三酯偏高的朋友，如果能做好上面这3件事，能够帮助减少血管堵塞，稳定血脂，对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含量也大有帮助哦。我们的血脂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，就叫做甘油三酯。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那么也会加大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那甘油三酯高，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？可能会出现脸黄疣、视力模糊、头晕目眩、口角歪斜等情况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平时呢尽量远离3种食物。首先，高盐食物。日常生活中我们吃的腌制类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增加血管的负担，降低血管的弹性，不仅会使甘油三酯升高，还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对健康很不利。其次是油腻的食物，油腻食物也是很多中老年人爱吃的。那油腻食物是血管的杀手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影响到血液循环，使体内堆积毒素和垃圾，也会导致甘油三酯偏高。那最后是动物的内脏，很多人认为动物内脏很有营养，所以就会经常吃。但是对于甘油三酯高的人，动物内脏一定要远离，因为动物内脏中含有很多的胆固醇和脂肪，吃多了也会给血管增加负担，使甘油三酯偏高。上面这3种血管的杀手，希望大家能够忌口，这样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，身体呢也会感激你了。油炸食物吃多了，经常喝酒，这些可能会导致肝脏受损。那如果肝脏不好呢，身体会出现一些怪象，大家呢别忽视了。牙龈出血，很多人早上刷牙的时候会出现出血的情况，那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体内缺乏维生素了，或者呢口腔疾病引起的。若都不是的话，就要警惕，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要注意养肝护肝了。指甲发黄。正常情况下，手指甲应该是红润、饱满、有光泽的。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指甲就会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大家要小心。还有一种异常是尿液颜色异常，当早上起床排尿时，尿液颜色变深黄或者是茶色，也说明肝脏受损了。上面这3个异常若都没有，说明肝脏还算健康。想要养肝护肝，平时可以多吃2种食物，香菇和芹菜。香菇中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，可以加强机体的免疫力，有很好的保护肝脏作用。而芹菜可以促进肝气循环，舒缓肝郁，对肝脏也有保护作用。肝脏最爱的2种食物，没事吃2口，养肝护肝，肝病绕着走。第一种，绿豆。大家都知道绿豆有清热解毒的作用，是养肝的好食物。绿豆中含有丰富的酸性物质，可以增强肝脏的排毒效果。经常喝点绿豆汤，有很好的降火、保护肝脏的作用。那绿豆汤的做法很简单，先将绿豆洗干净泡1晚上，然后取出来放到砂锅中，放入适量的水，用中火慢慢的炖煮。等到绿豆开花了，再放入一些冰糖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。第二种，苦瓜。苦瓜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了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生活中适当的吃一些苦瓜，可以促进肝脏排毒，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降肝火的作用。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吃的太多，不然对肠胃健康不利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所以上面给大家介绍的这2种养肝护肝食物，大家呢可以经常的吃一些，都是护肝的小能手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知道哪些养肝护肝的食物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